上期视频呢，给大家介绍了交换机的前世今生。那有很多小伙伴来问我，这交换机应该怎么选呢？我在这儿呢要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真的需要交换机吗？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、信息量爆炸的时代呢，个人家庭网络的设备呢也越来越多了。那咱们今天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庭网络中最关键的这个设备——交换机。速度和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两个问题。一般来说呢，只有3种情况我们才会用到网络交换机。一个呢就是家里网络设备比较多，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追求网络的稳定性，第三个呢就是特定的网络需求。有线网络设备大聚会，端口告急。像是你家有多台的电脑、智能电视、游戏机、NAS 等设备，普通的光猫和路由器这俩的网口呢肯定是不够用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就需要交换机来帮你轻松的拓展你的端口，可以让所有的设备稳定联网，就更加适合设备比较多的科技宅的家庭。好，我们来举个例子，一个3口之家，那住一个2室1厅的房子来算，那每一个房间呢都会预留网络端口，那么客厅和卧室、儿童房，那加在一起呢最少要用到3到4个端口。电视机顶盒和 WiFi 一般来说呢都会放在客厅，那儿童房和卧室呢就各占用1个端口，那刚好会把光猫的端口全部用完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是完全用不到交换机的。但是那如果你想多加一个 NAS 或者是其他需要有线连接的设备，那么你只能把它放到客厅连到主路由的下面了。那要是你的房间有更多的有线设备需要连接，那光猫和路由器加起来的端口可能都不够用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交换机的主要作用呢，就是帮你增加有线网络的端口以及它的输出数量。要追求稳定的网速，有线才是王道。那如果你说我只用 WiFi 路由器，无线连接电脑和其他网络设备来用，当然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在这儿呢，我们就要说到交换机的第2个优势，那就是有线连接的稳定性。那相比之下呢，就更加的明显，更稳定的网络速度和更低的延迟，那对于一些网络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应用场景就更加的友好。那么通过交换机进行有线连接，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为无线信号的干扰以及穿墙衰减的这些问题。像一些电竞的小伙伴，你要是在家开黑吃鸡的时候，稳定且低延迟的网络那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使用有线网络连接电脑，能够有效的减少网络波动，更好的提升游戏体验。那我相信谁也不想打游戏的时候呢被卡成 PPT。谁又在这下电影了？那对于比较大的户型中呢，一些信号比较弱呀、覆盖范围受限的区域，那比如说什么地下室呀、阁楼啊、犄角旮旯之类的，那或者呢，有的房子户型比较复杂，那墙体比较多，无线信号呢是很难覆盖的。那么在这些信号的死角里，那么通过交换机，那就可以增加有线设备连接，那这样呢可以确保稳定的、可靠的连接到所有的设备。那最后一种呢，就是特定的网络需求。那有朋友说了，我可以用麦氏组网啊。对，但是呢，你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。那么在有特定需要的网络部署上呢，交换机呢更是当仁不让的中流砥柱。那么先说麦氏组网，那一般来说大户型呢使用全屋的麦氏组网，那由于有线回程呢远比无线回程更加的稳定且高效，那一般来说呢，大多数人都是使用有线回程麦氏组网。那对于大户型呢，你当然也可以选择 AC 加 AP 的组网方式。只要你的 AP 和有线点位超过了 AC 网口的上限，那么还是不可避免的需要交换机来配合使用。那有些时候即便不是大户型，那也会用到交换机的一些进阶的功能来实现一些特定的组网需求。那比如说你的弱电箱到客厅只预留了1根网线，那我们需要跑网络的同时呢还要走 IPTV， 那或者呢你需要主流游来拨号，那主流游呢又不想放到弱电箱里，那这就涉及到单线复用以及 VLAN 功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通过使用支持 VLAN 的管理型交换机来解决。或者是你家有2条以上的宽带，想实现宽带速率叠加，
那你家的 NAS 可能有2个以上的网口，那需要开通链路聚合，提升多设备的访问速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都需要交换机来帮你完成。那如果你需要安装监控，那监控的数量呢超过路基的端口数，那或者呢你不用路基，那干脆直接把监控接到存储服务器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需要用到带供电的 PoE 交换机才是最优解。所以呢，越是有特殊的网络需求，才会大概率配合交换机一起使用。